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春晚獻川味祝福，一枚湯圓裡的元寶與它溫柔生長的來路。除夕夜的電視屏幕總是承載着一年中最密集的情感，燈火、團圓、期盼與祝福，在這一刻被無限放大。2026年馬年除夕，當鏡頭切到央視春晚宜賓分會場時，許多觀眾幾乎是下意識地停下了手裡的動作，因為站在舞台中央的是譚松韻。一襲正紅色裝束，明亮卻不張揚。她用最熟悉的四川話向全國觀眾送上祝福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福氣滿滿，身體健康，馬到成功。沒有刻意的舞台腔，也沒有被修飾過的情緒，那一刻她更像是鄰家女孩，在除夕夜敲開你家的門，把一把熱乎乎的好彩頭塞進你手心。不少網友在彈幕裡寫道，她一開口就有過年的感覺了。雙引號，一聲鄉音，是走得再遠也帶不走的根。在娛樂圈這個高度標準化的舞台上，方言並不常見。但譚松韻的四川話祝福卻並沒有被視作另類，反而引發了一種極為罕見的共鳴感，真實、親近，不設防。後台採訪中，他笑着說，在家鄉說家鄉話會更安心一點。隨後，他還現場為網友揮毫寫下福字。他一邊寫，一邊有些不好意思的自嘲，寫得比較業餘。可當鏡頭拉近，觀眾卻發現，那並不是隨意塗寫的字跡，筆鋒起落間有着多年習字留下的節奏感。金墨落在紅紙上，不完美，卻極有溫度。網友評價說，他寫的不是書法，是小時候過年的記憶。雙引號，搶元寶，一枚硬幣包着一家人的一年。比舞台祝福更打動人的是譚松韻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家鄉年俗。她提到，在四川瀘州，大年初一有一個特別的傳統搶元寶，長輩會提前把一枚乾淨的硬幣包進湯圓裡，一家人圍坐吃湯圓，誰先吃到那枚元寶，就象徵着新的一年福氣與財運雙全。她回憶起童年時的畫面，語氣明顯柔軟下來。小時候大家都會吃得特別認真，又緊張又期待，聽到硬幣碰到碗的聲音，整個屋子都會笑。雙引號，這一習俗與父親做的魚香肉絲一樣，是他記憶中年夜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湯圓的軟糯包裹着團圓的意義，硬幣的清脆聲響則像是新一年正式開始的提示音。評論區裡有不少網友留言，第一次聽說這個習俗，好想試試。也有人感慨，原來明星的年味和我們這麼像。雙引號，一場瞞着父母的春晚，是成年人的溫柔。這一次春晚，譚松韻還為家人準備了一份小小的驚喜。她並沒有提前告訴父母自己會登上宜賓分會場的舞台，直到除夕夜，父母在電視機前看到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現，那一刻的震驚與驕傲被他形容為特別值得。沒說，就是希望有驚喜。他笑着解釋，這一舉動被不少網友解讀為成年子女特有的溫柔，不讓父母提前緊張，不制造壓力，卻在最重要的時刻把榮光悄悄送到他們面前。而對屬馬正值本命年的他來說，在家鄉舞台用鄉音賀歲，也像是一場命運層面的圓滿回歸。鏡頭之外，他的新年願望很人間。相比宏大的職業宣言，譚松韻的新年願望顯得格外樸實。他說，希望能繼續學習新事物，提升唱歌能力，也想嘗試一些非常規角色，去打破以往的表演邊界。而當被問及最直觀的新年祝福時，他脫口而出，年年光吃不胖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雙引號，這句幾乎沒有修飾的願望，
反而精準擊中了觀眾的心。有人評論他許的願和我媽一模一樣，也有人說這才是真正過日子的人。雙引號。網友評價匯總溫柔是他最穩定的底色。隨着相關話題發酵，網絡上關於譚松韻春晚表現的討論持續升溫。綜合各大平台的網友評論，評價呈現出高度一致的關鍵詞：他一出現就不像在營業。雙引號。沒有攻擊性，卻讓人願意一直看。雙引號。他的年味不靠排場，靠真心。雙引號。湯圓裡的元寶其實是他自己。雙引號。有網友總結的尤其動人，他不是把傳統講給你聽，而是把生活遞給你看。雙引號。在眾多春晚分會場的舞台敘事中，譚松韻的出現並不依賴複雜調度或視覺奇觀取勝，它所呈現的是一種極其稀缺的低聲量情感表達，沒有煽情，卻持續發熱。這種特質與他多年形成的公眾形象高度一致。出道以來，譚松韻始終游走在流量中心之外，卻又始終被觀眾穩穩拖住。他不製造話題，卻常常成為話題中的情緒緩衝帶。而春晚舞台恰恰放大了這一優勢。有業內評論指出，譚松韻的表演價值不在於他站在多中心的位置，而在於他能讓觀眾產生安全感。雙引號。年俗的回歸是對抗快節奏時代的溫柔方式。在社交媒體被算法切割成碎片的當下，年俗的意義正在被重新定義。它不再只是民俗學意義上的儀式殘留，而是一種對抗高速生活的情感錨點。譚松韻分享的搶元寶正是這種錨點的具象化。硬幣被包進湯圓，看似簡單，卻同時承載了3個層面的意義：一是物質祝福，對來年富足的樸素期待；二是家庭秩序，通過誰先吃到製造參與感；三是時間傳承，讓童年的記憶在成年後再次被喚醒。不少網友在評論區延伸討論起各自家鄉的年俗，有人提到藏花生，有人說起翻年飯不能剩，討論區儼然成為一次民間記憶的集體復現。一位網友寫道：“他講的不是他家的故事，是我們所有人都快忘記的那一段年。”雙引號。明星與傳統的關係從代言走向共情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，明星與傳統文化的連接多以宣傳者身份出現，但在譚松韻的春晚敘事中，他並沒有站在講述者的高位，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把自己放回傳統之中。他沒有解釋年俗的文化意義，只是講自己小時候的真實體驗，沒有上價值，卻自然完成了價值傳遞。這也正是當下觀眾最為敏感，也最為真實的表達方式。有文化博主評價，他的優勢在於不搶傳統的戲，只讓傳統自然發生。雙引號。關於驚喜，也是一種分寸感的體現。那場瞞着父母的春晚亮相，在傳播層面迅速發酵。原因並不複雜，它擊中了當代年輕人最熟悉的情感狀態，想讓父母驕傲，又不想讓他們操心。在高曝光職業裡，這種為家人減壓的選擇，反而顯得格外珍貴。不少網友留言表示，看到這裡突然有點想哭。還有人說，這不是明星行為，這是我們這一代孩子都會做的事。雙引號。新年願望的去包裝化也是一種真實策略。在高度修辭化的娛樂採訪環境中，年年光吃不胖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顯得近乎隨意。但正是這種不經設計的表達，讓觀眾迅速卸下防備。相比宏大的職業規劃，這種願望更接近日常生存本身。有媒體評論指出，當觀眾已經對突破自我產生審美疲勞時，坦率反而成為稀缺品。雙引號。網友祝福與評價：
隨着節目回放與二次傳播，網友的祝福逐漸從感性評價轉向長期認同。他的紅不靠爆點，靠時間。雙引號，每次看到他，都覺得這個行業還沒完全壞掉。雙引號，他身上有一種不會讓人失望的穩定感。雙引號，希望他一直演戲，不用急着轉型。雙引號，更有網友將他與年味本身進行類比，不張揚，但缺了就不完整。雙引號，寫在最後，那枚元寶早已不只是硬幣。譚松韻的除夕故事並不宏大，它是湯圓碗底的一聲輕響，是紅紙上未乾的墨跡，是父母在電視機前突然紅了眼眶的瞬間。當地方年俗借由他的講述重新走進大眾視野，當私人記憶通過公共舞台被溫柔放大，那枚藏在湯圓裡的元寶早已超越了物質意義，它成為一種情感的信物，連接代際，喚醒記憶，也提醒着我們，真正的年味從來不是熱鬧堆砌出來的，而是在人與人之間慢慢流轉，生香。